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养鱼的人呢，常常说一句：养鱼先养水，水好鱼就好。这听起来像不像一句废话呢？就好像你去问减肥专家要怎么减肥，他就回答你少吃多动。这句话我想大家都知道，但是到底是要怎么养水呢？当你进了一缸七彩神仙，初期的时候看它们颜色鲜美，体态完整了。可是啊，因为养水没养好呢，一天天消瘦缩起，最后趴缸变黑，然后就整锅端。今天我就来跟你们说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买了一堆测试笔啊，上面有什么 KH 啊、GH 啊、什么 TDS 啊，这些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怎么运用它们在我们的养水上面呢？今天呢，我就不讲什么枯燥的化学方程式了，因为我也不懂。但是呢，我带大家用人话把这三个东西一次听懂。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 TDS 的侦测笔。那么 TDS 的全名呢，就是 Total Dissolved Solid。那中文的意思就是总溶解固体量。简单的说啦，在这个水里面，除了水分子以外的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物质，你可以把水啊想象成一个大众捷运车厢。除了水以外呢，还搭载了其他的乘客。这些乘客有什么呢？有矿物质、盐分，还有鱼的粪便，林林总总。当然了，还有钙镁之类的物质。所以啊，如果说你把一个野生的七彩呢，从它的原生地搬到你家的鱼缸，这个情况就像是什么呢？这个就像是坐在一个宽敞高铁的商务舱里面，没什么人啊，舒服，没有压力。那这时候 TDS 呢，应该只有20到80的 ppm。那突然呢，你把它抓到 TDS 300 ppm 的水里面的话，那就等于呢，把它从商务舱呢抓到印度阿三的火车上面去。你说它的压力能不大到发黑吗？那人工七彩呢，因为从小就生活在这个都市里面，所以在日常饲养里面呢，我们提供给它的都是100到250 ppm 的总溶解量，它反倒是生龙活虎。那特别是幼鱼啊，车厢里面还多了一些钙镁离子啊，能帮助它们长得更壮、更大、更厚、更圆。但是注意哦，这边有一个陷阱哦。如果说你只认为 TDS 低的话，你的水就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啊。那试想一下哦，你的鱼缸几星期没换水，里面的残饵和大便呢，被分解之后产生一堆的毒素，而这些毒素呢，可能只占你的 TDS 一小部分。那数值呢，看起来很完美啊，大概是80到100 ppm。但是呢，鱼啊是游泳在干净的毒药水里哦，所以这边有个口诀啊，那就是 TDS 啊，只代表东西的多寡，不代表水质的好坏。好了，了解了 TDS 之后呢，我们再了解另外2个很有用的参数，那就是 GH 和 KH。先讲 GH 好了。那 GH 呢，就是 General Hardness， 总硬度。这边你可以就把它当成了鱼的等大人。GH 是测量水中的钙和镁。对于鱼来讲呢，钙和镁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在吃等大人一样。在这个幼鱼转骨期呢， GH 可以高一点，可以是5到8度 DH。鱼的骨骼里面有足够的钙和镁啊，才能拉大体型，长得又厚又壮。那成鱼的我们是看它的颜值啊，已经转骨的幼鱼呢， GH 呢就降到3至5的软水，它的精神放松啊，体色表现得更好。那在冻黄花足叶的时候呢，也就是繁殖期啊，它的 GH 呢必须降低到1到3。为什么呢？因为水质太硬的话，钙
会将鱼卵呢凝固变硬，受精卵破不了壳，那小鱼就出不来了。那我们在了解 KH 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每天在鱼缸发生的真实状况——消化系统运作。我们都知道消化具是个好人呐，他每天在鱼缸里面帮我们分解大便残饵，分解剧毒的氨。但这个东西有利就有弊这消化菌在帮我们分解毒素的每一个步骤呢，这化学反应会源源不绝地吐出氢离子。这个代表什么呢？每当消化菌在运作的时候呢，它排出的氢离子呢，你的水质在1分1秒的变酸。好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真实的运作之后呢，那我们再了解 KH 那就更简单了。水里的 KH 主要就是碳酸氢根离子。当消化菌运作排出氢离子同时， KH 这个弹簧垫就会发挥出极致的作用。这消化菌吐出一个氢离子，碳酸氢根马上就跑过去抱住它，溶解，把它结合，然后转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排出。所以呢，酸被消灭了，水里的 pH 值就会维持不变。这就是 KH 稳定 pH 的机制。它用自己的身体去抵挡系统产生的酸冲击。因此只要你水里面保持1到3度的 DH， 那这桩弹簧垫就随时可以把酸吸收，让 pH 值安安稳稳的保持在七彩喜欢的数值。那这边有一个口诀又是 GH 帮幼鱼等大人，那 KH 呢就是 pH 的弹簧垫。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看呢，一个很容易让鱼不舒服生病的一个动作，就是下粗盐。许多人只要看到七彩破鳍变黑生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下粗盐。粗盐确实是个好东西，它能够杀菌，能够减轻鱼只，维持渗透压的负担。但是粗盐主要的成分是氧化钠，一旦进到水里面之后，这 TDS 瞬间暴增到几百甚至上千 ppm， 也就是你原本的10倍或上百倍以上的。这就好比说，你的七彩在鱼缸里面游泳，突然呢，就像是被丢进海水里面一样，鱼的鳃部黏膜会瞬间被高浓度的盐水抽取水分，鱼会因为急剧的渗透压变化而呼吸困难、缩起，甚至休克。所以下盐注意下面3个步骤：一，绝对不要把盐块直接往缸里扔会烧伤皮肤2，拿桶子完全溶解后，分成3到4次，每隔半小时慢慢倒进鱼缸。这样的话 ，TDS 就会阶梯式上升，给鱼有多的时间适应。3，病好了要退盐一样要分3到5天慢慢换水。如果突然换成纯水鱼体会因为渗透压降低而大量吸水，产生水肿。你有看过鱼水肿吗？看不出来哦。所以各位好朋友讲那么多数值这边我们再复习一下。那这个日常饲养呢 ，TDS 则保持在80到150 ppm。那 GH 呢是2到6， KH 是1到3。那如果是繁殖期间 ，TDS 则建议维持在30到60 ppm， 那 GH 是1到3。这些数值很重要但是我希望大家记住一个最重要以及最核心的一个概念，那就是对七彩神仙来说稳定的劣质水永远比剧烈波动的完美水更安全。所以稳定才能把它们养成圆滚滚、闪闪发亮的终极秘密。所以下次换水时，多一点耐心，多花一点时间。祝大家养采顺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